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增强换老板的能力。啃老可以去理解，不是想不劳而获。工作几年，你有一点小积蓄，就需要很积极的躺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复旦大学的老师梁永安。4年前，我在研究生去文化馆应聘，人家一看不要，我们这里装不下你这个硕士生，我们一般招专科生就足够了。现在去应聘很多单位都要研究生啊，就筛选通道更窄了，尤其是疫情。一个年轻人觉得没价值，我其实觉得这是个正能量，他心有不甘啊。工作以外的时间有戏剧，有电影，有音乐，有文学，咖啡馆，人的各种相聚，意味着你在这里多待1小时，你就损失1小时。中国社会是作为一个后发社会，追赶型的。1978年，中国城市化在19%，2021年的数据也干到70%几。背井离乡，几亿人的移动和奋斗，人被变成一种人力资源，付出是超量的。我去年毕业一个学生在上海中心地带工作，1个月小房间6000。我们年轻人在大城市压力太大，小城生活看着就很柔和，找工作也不难，8点多就困了，生活态度就非常的油盐柴米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在里边。1线城市它呼吸的都是全球化的空气，还是有一种创造感。小城呢就不一定了。在人情上，到处都是东不见西见，自己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要有一个环境的眼光，跟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是非常不一样。我见过不少，回去了待了2、3年，越来越觉得呼吸不畅，不得不出来了。啃老从好几个方面去理解。我经常跟家长说，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，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，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。不是说我们求安逸，而是说想获得一个跨度。这个我是很支持的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呢也因人而异。一个学生来自乡村，为他上学，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他努力。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，因为他要去挣钱，他是一种道德感的，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。因为我们现在挣钱变成了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，但其实真正的年轻时代应该获得的是对世界的认识，一个试错的过程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很积极的躺平精神。工作几年之后，你有一点小积蓄，我躺平一下。我在云南山沟里高黎贡山，当地的赶马人，他钱不多，整天唱歌。我在东北呼伦贝尔那边看到鄂伦春人养着驯鹿，树皮棚，下雨都能灌进来，他们觉得很快乐。这个世界上钱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，多看一些活法，决定了你后面可以做出很有质量的正事。今天的年轻人特别的注意一点，一定要增强换老板的能力。一个老板关心这个人的成长，不光是一个劳动力。父母是希望你考个公务员，确定性的生活，让你从20几岁一步就跨到50岁。公务员的保障是很明确的，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你能不能接受？那如果按保险系数来看，干脆别出生那是最好了，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所以我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充分的体会父母对你一辈子的关切，但是呢，同时呢要走自己的路。年轻人今天要有勇气，看得远一点。你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什么样是好的生活呢？并不是工作，一辈子拿1半时间工作就行了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要努力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